中俄艦隊開火了，正式的要來關心到的是南海仲裁。當初美國提出來了，現在反噬日本哦。北京的部分則是反將東京一軍，強調你所謂的衝之島根本是礁，不是島。有關於海上的競爭，歡迎觀眾朋友留言。如果您認為中國大陸比較厲害，在這邊略勝一籌的，留言寫1；如果您認為現在日本佔盡優勢，留言寫2，一起來跟我們做互動。這一次在太平洋地區，我們要來特別看到的是已經正式的開火了，中俄的聯合艦隊，來自於日本防衛省最新公布的說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呢，他們都出動了他們的艦隊哦，包括有哪一些細節呢？來看到中國大陸的部分出動的是055型的鞍山艦，還有它的052D 開封艦，還有它的903A。艦隊再來看到俄羅斯的部分，它是出動了它的20380型的護衛艦，一路呢就這樣雙方一起航行到了衝之島的西南海域。不僅如此，現在特別備受關注的就是這個實彈射擊發生了，真的開火了。它是中國大陸的開封艦，我們剛剛特別提到052D哦，在衝之島礁的西南海域進行了實彈的掃擊。日本看到之後，這次真的是嚇壞了，他就在這邊日本的防衛省證實，首次確認。確實有中國軍艦在日本的 EEZ， 就是它的經濟區內實施實彈射擊，因此呢，緊急派出了護衛艦5月雨去現場來做監視，並且提出外交的抗議。那中國怎麼反應呢？中國是這樣說的，立刻的嚴正的跟日本說，衝之島這裡不是島，根本就只是礁岩而已。所以呢，是依聯合國的海洋法公約，你是沒有實質可以資格去主張200里的專屬經濟區的。中國軍艦因此可以開到這裡，這個是完全符合國際法的。現在看起來是法律戰已經開打了。那中國大陸也在這個敏感時機特別提到了，昨天我們特別提到的南海仲裁案，關鍵的敏感時機就是因為大家還記得嗎？當初呢，在這個南海仲裁10週年之際，美國聯合了多個國家，包括了日本、菲律賓等14個國家，一起去向中國大陸施壓。所以中國大陸也現在做了一個反制哦，反而我們現在看到呢是這一刀是砍回了日本的身上。我們看到北京怎麼說的？他說呢，如果你說好，你要依照南海仲裁也是可以，那我們就來看看好了。當初南海仲裁特別講了太平島的部分，有50萬平方公尺有人活動的太平島，你說這裡不能是真正的島嶼，那我們來看看你所說的冲之島好了，這個面積呢更小只有10平方公里的冲之島，你怎麼能主張這裡擁有幾十萬平方公里的專屬經濟區呢？更何況衝之島礁是日本只是靠着人工加固、防波工程跟珊瑚護養才勉強可以維持住的一個島礁，你怎麼說可以說你擁有這個專屬經濟特區呢？所以針對於中俄的動作，漢庭怎麼看？尤其我們看到還有實彈射擊都出現了，是刻意用法律、軍事同步施壓日本嗎？漢庭怎麼看？你看這衝之鳥礁它漲潮時候水面露出的面積大概就2張單人床那麼大，結果日本呢，就是氣急敗壞跳出來說：“這個中俄聯合艦隊在我們這個床墊附近的專屬經濟區進行實彈演習。”這就好像你鄰居在太平洋中央放了一個臉盆，然後理直氣壯跟你說：“這方圓200海里都是我家私人游泳池，你跑過來游泳就算侵權。”你看，你就把2塊大石頭，然後當成是大日本帝國領土延伸，這日本是有妄想症的。所以這一次中俄聯合艦隊的行動，它也不是单純武力上的展示，而是呢凸顯了日本的雙標，而且在法理跟軍事上都是一種打擊。第一個從法理上面來看嘛，就是衝之鳥它是岩礁，不是島。根据聯合國海洋公約，不能維持人類居住的這些岩礁，沒有資格主張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。所以中俄艦隊這一次去，就是用實際行動在太平洋上拉起宣告。公海就是公海啊，你這2塊石頭沒有辦法來搞圈地。日本想要用這2塊床的大小，要主張的是42万平方公里的專屬經濟海域，這有多大呢？就這個面積超過日本本土的陸地面積耶！你一塊10平米的石頭，想要伸出比日本本土還要大的海面，這不是國際法，這叫魔法。那日本呢就抗議，但他抗議很有趣。你看，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很壞，
但是日本防衛省自己也承認，這項活動沒有違反國際規則。那你抗議個屁！而且呢，大陸在射擊訓練之前呢，都有無線電啊，向附近的這些日本自衛艦隊都有通報啊，我們訓練什麼時間啊，什麼區域都通報了。目前也沒有任何日方的船只受到損害，都沒事啊，都很平安啊。所以再來，我們來看到在軍事層面上，就日本平常最喜歡跟着美国老大哥後面啊，跑到台海啊、南海高舉自由航行。那現在大陸跟俄羅斯也是來到西太平洋示範什麼叫自由航行。你日本為什麼要急得哇哇叫呢？你又要派的什麼5月號啦，然後要去警戒啦，然後要去這個到處監視。那你監視其實也沒什麼用，因為你實力不夠啊。那這一次最關鍵就是未來它是常態化存在。其實大陸跟俄羅斯已經是第7次的海上聯合巡航，從青島出發，穿過宮古水道，直奔沖之鳥。下一步呢，可能還要沿着日本列島來繞行。這意味什麼？就第一島鏈對於大陸跟俄羅斯來說，已經不是鏈，是個門呢。它想進就進，想出就出啊。所以這一次呢，它的聯合巡航是年度的既定安排，全程也完全遵守聯合國海洋公約跟國際慣例。日本自己都說不違法，到底有什麼好抗議的？所以太平洋是世界各國的太平洋，不是誰家的後院，更不是你家的浴缸，更不是任何人呢能夠拿一塊石頭就能夠點石成金的私家領海。好，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苑老師怎么看？所以等於說中俄從2個方向來報復日本，一個是在軍事上面有一個實彈射擊在沖之島，第2個部分是在法律上面，中國大陸提出這個南海仲裁，他就控告說這個太平島50萬平方公尺，你說不是島，那現在呢沖之島只有10萬平方公尺，你就說這個是島，那雙標的部分，苑老師怎麼看？我強調這個事情講起來有3大悲哀了啊。所以講到這個太平島跟沖之鳥礁啊，大家知道台灣到今天啊，在太平島上還有400多駐軍啊。這個原來好像是陸戰隊，現在變成海防人員了。這是我們的，這個他們在談到我們的領土啊，我們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嗎？對吧？不敢吭聲，悲不悲哀？你自己講，說句良心話啊。然後第2個悲哀的話呢，就是這個裡面涉及到在大陸從頭到尾，你南海仲裁的話呢不承認。我們在台灣，我跟你講，有一個失智的人叫馬英九，他基本上曾經針對於這個太平島不算島，然後沖之鳥礁算島，他就提出抗議，因為他的論文好像就是寫這件事情的。那麼這裡頭當中的話呢，這大家都問到說，哎，你大陸啊，原來又不承認這個仲裁，現在又承認了，這個仲裁不是真正的國際仲裁的。大陸10年前，但是我跟大家強調，只要涉及到國際的領域，講的永遠是實力、現實主義。你那個時候的話呢，為什麼和平島當初會劃給中華民國呢？很簡單，美國人劃的。這個就是他有實力，包含在釣魚島，這是第2個大可悲的事情，就是說你強的事情，你講，你剛剛這個漢庭這邊一講，日本的話呢，又說不違法，又要抗議，你又不違法抗議我們比較禮貌一點，不好講抗議。但是那個第3個可悲，大家不要忘了，現在那個環太平洋軍演還在進行啊。那這個中俄之間的態度不就是針對這個環太平洋軍演搞到7月31號啊？今天才7月22號，他不就是針對這個來的嗎？所以說日本人就是說，你美國不吭聲，我就不要吭聲啊！美國吭聲了，我跟他喊一喊。這個其實講起來，大狗帶小狗，突然看到老虎來了，都不曉得該怎麼辦好。這道理就這樣子啊。所以說悲不悲哀？我覺得蠻悲哀的。你現在搞的環太平洋軍演，搞了什麼第31屆，有什麼是什麼31個國家參加的。現在突然都沒有國家敢吭聲，那會很悲哀啊。好，另外我們也看到說，那這一場中日之間的角力，現在說牽動到了整個東北亞地區的安全。因為呢，我們要來看到的是日本的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最近呢又語出驚人，他說呢，雖然他不是強調要主張日本可以擁核的，但是他認為日本現在是不是我們應該要重新來討論呢？核武在我們國家當中的安全的角色，這番言論讓中俄就提高警覺了，所以立刻也有所動作了。中國大陸的部分呢，我們先看到他說呢，批評日本企圖破壞和平憲法，走向軍事化發展。那俄羅斯就有實際的軍事行動了。21日，一架搭載核武的圖95戰略轟炸機在蘇凱35戰機護航之下，在日本公海上空飛行超過11個小時。幹哥怎麼看？好，你知道7月初。我們那個解放軍不是在海南發射了一枚 SLBM 嗎？就是潛射彈道飛彈巨浪3型。7月初的時候，
你知道發射這一枚飛彈，日本很在意呀，你知道為什麼？全世界唯一被原子彈打過的就是日本，所以他，你知道他們那個時候的感覺就是說，如果他載了實彈的話，那日本會是什麼下場？他們非常害怕。這是一件，再來就是這次的中俄聯合軍演，那你開封艦，你幹嘛要打那個機關炮嘛？你打那個機關炮就代表什麼？實彈。所以你要曉得，雖然不是飛彈，因為那只是槍炮而已。那老實講，那只是軍演的一部分。可是那就代表 open fire， 開火了。開火你怕不怕？怕，當然會怕啊。你下一次等一下你打出來的是鷹擊18飛彈。怎麼辦呢？對不對？那跟槍炮差很遠啊，所以大家曉得，日本對於這些動作，他很敏感。所以為什麼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他必須要講出那個話？他講出那個什麼話？我們不得不慎重考慮日本是不是要繼續無核化，也就是說，這是已經不能夠逃避的問題了。日本如果你看我們對面有個國家。它有很龐大的武器庫，它還有核子轟炸機隊，可是我們日本什麼都沒有啊。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啊？就是說我們要開始有了，我們要開始有，當然不是馬上就要有，而是你要大家要曉得，日本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擁有核子武器，不是他們自己不想要，而是美國不准，美國不答應，所以日本連核子動力潛艇都不敢做，所以小泉這次去年他就講了，我們可以試試看，開始製造核子動力潛艇。其實我今天必須要在這邊說一句實在話，日本可以做得出任何的核子武器，只是能不能夠受到國際的仲裁跟同意，尤其是他的組織美國能不能夠答應這件事情。可是我今天也要講更重的話。如果日本你膽敢用核子武器來重新武裝你自己的話，第一個不答應的就是中國。中國一定要先制止在前面。為什麼？因為如果日本你擁有了核子武器之後，那整個區域的和平就被破壞了。為什麼？中國有核子武器不會欺負人，日本你有核子武器你會用，這就是我們兩個國家最不一樣的地方。所以小泉進次郎他今天講了這句話，你要把它當成一回事來看待啊，非常嚴重。如果說他們這個法案通過的話，永核三原則非核三原則被破壞之後，日本是不是明年他就開始朝核子武器化邁進了？這對於整個區域是絕大的軍國主義復辟了，太危險了。好，謝謝幹哥，那我們休息一下。馬上回來，觀眾朋友們，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！因應呢美中、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，你看到的是新聞，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。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，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，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、歷史脈絡拆解、局勢推演邏輯。同時解鎖會員勳章、優先互動權、問題解析、幕後花絮，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。點擊下方的加入鍵，一起成為戰友吧！我們會員頻道見。